卧槽！此时的分局长内心已经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他妈算是什么情况？怎么2句话的功夫就被这个疯狗怀特给上升到种族歧视的高度上了？在美国，警察最怕的就是扯上种族歧视这4个字。一旦到这4个字的层面上，事情就会立刻上升到最严重的等级。别说涉事警察会被开除出警队，就连自己这个分局长恐怕都要受到非常严重的处分。万一再引发了群体事件，那自己就只能引咎辞职了。于是他连忙向詹姆斯·怀特解释道：怀特先生，这件事情与种族歧视没有任何关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的案情实在是有些重大。我的下属迫切地希望调查出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尽快抓住幕后主使。说着，他陪着笑道：你也知道，只要尽快抓到幕后主使，才能够尽快让你的当事人洗脱嫌疑，毕竟我们也相信。詹姆斯·怀特伸出一只手来打断了他的话，冷声道：调查出事件的真正黑手是你的分内之事，而为我的当事人洗脱嫌疑是我的本职工作，所以你也没必要自我标榜。而且我现在说的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你不要在这里岔开话题。说着，詹姆斯·怀特的音量提高几分，继续道：我需要知道的是，在你们过去3年时间办过的案子里，有多少例案子是嫌疑人被捕时受了伤的？其次是，我需要知道这些被捕时受了伤的嫌疑人里面，有多少是及时送去就医的，又有多少是像我当事人一样没有及时送去就医的？最后是，我需要知道这些被及时送去就医的人里面，白种人占了多少，有色人种又占了多少，还有那些没有及时送去就医的人里面，白种人占了多少，有色人种又占多少？这个数据你必须尽快给我，否则的话，我会立刻向市警察局提出抗议，并且将这件事情告知最关心种族歧视的国会议员。天杀的，分局长只感觉自己的肝都在颤抖。果然是疯狗怀特呀，就没有他找不到的把柄。他区一个分局长，在整个纽约的警务系统内根本数不上号，因为整个纽约光大大小小不同的分局就100-200个，他只是这100-200%。而詹姆斯·怀特不一样，詹姆斯·怀特是整个纽约最顶尖的刑事律师，没有之一，就是整个纽约刑事律师的金字塔。所以在詹姆斯·怀特面前，这个小小的机场分局长根本就不是对手。就在分局长整个人已经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名警员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道：局长，是警察局来消息了， CNN 纽约时报的人稍后便会过来采访，市局局长也会来。分局长听得脑瓜子嗡嗡，而詹姆斯·怀特则冷笑道：我刚才还在想，是不是通知一些我在媒体领域的朋友，这件事情好好的曝光一下。不过既然你们已经通知了媒体，那就再好不过了，稍后就让媒体记者来曝光一下，你们是如何违背法律、违背人道外加种族歧视的。其实詹姆斯·怀特受命过来，不只是要帮马兰洗脱罪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控制这件事情影响力，尤其是尽可能不要让马兰的名字以及马兰的形象登上任何一家美国媒体。这是叶晨的意思，毕竟他马兰不只是马兰这一个身份，他还是叶晨的丈母娘。就算这件事情最后有惊无险的解决，叶晨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丈母娘卷入了一场如此荒唐的骗局。一方面他确实不太丢得起这份人，另一方面万一这件事闹大了，马兰在国际层面出了名，自己作为他的女婿
说不定也会被有心人挖出来。所以叶晨的要求就是低调解决，不得闹出太大动作。而詹姆斯·怀特之所以这么说，也是以攻代守。他这种人深知永远不能让自己的对手知道自己的真实诉求。一旦自己的对手知道自己不希望这件事情被曝光，那对方一定会用这件事情来试探自己的底线。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反攻为守，主动要求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詹姆斯·怀特的手段果然奏效，分局长一听这话，便连忙哀求道：“怀特先生，你先别生气，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一定全力解决。要不这样，你看怎样？我们先安排你的当事人去医院接受治疗，至于审讯与笔录的事情，我们都往后先放一放，先保证您当事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詹姆斯·怀特冷笑道：“这样未免有些不合适吧？那么多媒体满怀期待的来了，不让他们见一见当事人吗？我希望全美的民众都能通过媒体报道，看到我的当事人被你们打断肋骨的样子。”分局长哭丧着脸说道：“怀特先生，你不能这么说啊，我们的人从来没有打过你的当事人。”詹姆斯·怀特质问道：“那我当事人的肋骨是怎么断的？如果你们不想让这件事情在媒体面前闹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分局长诚惶诚恐地说道：“怀特先生，请说。”詹姆斯·怀特冷冷道：“首先，你们必须立刻提供多角度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我要参与现场的每一位警察身上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没问题，没问题，分局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一旦这件事情闹大，记录仪的内容不但要交给詹姆斯·怀特，甚至还有可能被电视台曝光。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哪敢拒绝詹姆斯·怀特的要求？詹姆斯·怀特继续说道：“另外，我刚才要你们出示的数据，也就是你们近几年来同样情况的处理案例，你们必须在今天晚上10点钟之前给到我的助理。”好，分局长虽然不情愿，但这种时候也只能咬牙答应下来。他很清楚詹姆斯·怀特的实力，这种人每天都在和上流社会打交道，跟那些媒体大亨关系都非常熟。一旦他要拿种族歧视做文章，那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逃不掉。那些案例给予不给，都不会影响种族歧视的帽子落下来。所以眼下他只能先稳住詹姆斯·怀特，只要他答应暂时不对媒体公布，那这件事就还有斡旋之道。詹姆斯·怀特这时候看向马兰，非常恭敬地用中文说道：“马兰女士，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让您受委屈了。”